醒来，我的月儿还在。一声问候，两种语态 ，Morning and good night。春风卷起你的裙摆，落叶在我的窗台。两个季节一样感慨，隔着赤道的爱，你我越过高山大海，和爱一起飞。你在未来，我在现在，牛郎织女的等待。某日现实一起袭来，谁在冥冥中主宰？某日现实一起抛开，飞越时空的精彩。你在未来，我在现在，牛郎织女的等待。某日现实一起袭来。季总是要把我换掉吗？没有啊，你怎么会这么想呢？要是没有的话，以后就让我一直给你煮咖啡吧。夏一楠，你为什么要背叛我呢？夏小姐，这是您的费用单。您这次交的钱可能维持不了多久了，护士长让我过来跟您说一下。谢谢。喂，林先生，还有一笔钱没有打到我的账上，你什么时候能给我？我尽快，等老板给了我钱，我马上把钱转给你。邝董，您急着找我什么事儿？坐吧。你都干了些什么呀？您这什么意思？我不是按照您的意思在搜集资料吗？而且现在还有所进展。林帆，你不要以为我让你做事，就真的撒手不管了。据我所知，你干了我让你做的事，你还干了别的。我不明白您说的是。霹雳神医的股票是怎么回事？
后果自负。哥，你怎么才来看我啊？你人也不来，就知道打发点东西给我。怎么样，好点没有？我好点了，你就不来看我了？大小姐，我这不是来看你了吗？这公司那么多事儿，能来看你就不错了。告诉你好消息啊，咱天使之翼啊入围最后竞标了。真的？那太好了。美人姐公司怎么样了？你还真会问。最后2家公司竞标，由他们飞天。哦，那你们不就真的成了死对头了？那怎么办？这生意场上的事儿不好说。那爸爸会不会把你盯得更紧了？你还说呢？他不光盯着我，还盯着你。他可不知道你弄成这样啊，还老说要见你。那你跟小姨怎么和爸说的？说你啊，到苏州去玩去了，不在杭州。哥，你真聪明，这样他就不会找我麻烦了。这事儿啊，你得谢谢小姨，要不是她护着你啊，爸早发飙了。嗯，那公司现在进入最后竞标了，爸应该夸你才是啊。夸我？他说这些功劳都是田大总管的，跟我没关系。爸怎么这样啊？怎么跟你没关系啊？你现在整天待在公司里，我看你一点都不比那些人差。这话听着顺耳。哥，你好好干，等你完全接管了爸爸的产业呀，我决定留在你身边给你当秘书，我总比那个田大总管强吧？你给我当秘书，我得累死。对了，问你个事儿，你跟那个哈里斯到底怎么回事？哎呀，你怎么那么扫兴啊？刚说点高兴的事儿，你就提这个。我告诉你啊，这婚姻不是儿戏。我不知道你为什么跟那哈里斯要结婚，但如果你是为了家里的生意的话，你不等于把自己卖了吗？那人是不是应该为自己的幸福而努力呢？当然，你都不对自己负责，谁为你负责？哥，我很想黑子，真的。你跟黑子我还算了吧，爸不会同意的。那你不是说人应该为自己的幸福负责吗？这情况比较复杂嘛，你这边有婚约，黑子的情况跟咱家又……总之不是那么回事儿。没想到你也挺势利。这不叫势利，你搞不清楚吗？你是在蜜罐里长大的，黑子怎么可能养得起你？不会啊，我自己能够吃苦的，只是你们不知道罢了。你就嘴硬。你呀，好好的把伤养好再说吧，别想那么多了。我走了啊。那好吧，哥你慢点儿。夏一楠，进来一下。总经理，你有什么事吗？你来干嘛，小杜？季总，夏一楠辞职了，现在公司让我给您做临时助理。我都忘了。季总，你有什么安排吗？我们西北新厂房的建材采购案到底怎么了？我的报价单呢？合约呢？我该签字的公文在哪？不是一早就应该摆在桌上了吗？总经理，这些事原来都是夏小姐的工作，我不太清楚，我去找找文件吧。等等，总经理还有什么事吗？我今天的日程表呢？
总经理，这一向都是夏小姐在安排的，我不太清楚。夏小姐，夏小姐，我公司没夏小姐就要关了吗？总经理，我只是……好了好了，那你帮我煮杯咖啡总可以吧？好，马上来。我看阿杰现在做得很好啊，你干嘛要有新的想法？生意上的事情啊，你不明白。那你也不能在这个时候把阿杰换了呀。他嘴上说不喜欢公司的事儿，不喜欢做生意，可是他后来做的你全看见了呀。你说的这些我都知道，可是现在竞标啊，就剩我们和飞天2家公司了，不是我赢就是他赢。输赢对你就那么重要啊？比儿子还重要？以前没有竞标，咱们的生意不也是好好的吗？又不是非得竞这次标。生意就是要竞标，要竞争，要不然怎么生存呢？阿杰好不容易才回家和你和解，你这个时候要换掉他，这不是找着吵架吗？吵架又怎么样？你没看出来他和飞天那个女孩子打得火热？我真是不明白了，他哪个女孩子不好找，非要找他呢？我觉着呀，那个女孩子呀，就不是真心想和他好，就是为了接近他。我倒觉得那个女孩子还不错。哎，他们要是真的好呢？真的好，真的好也不行，我不同意。你凭什么不同意啊？好好已经为了你牺牲了爱情了，你还想让阿杰也这样啊？你说什么呢？好好，我现在没有时间搭理他，等他疯够了，我就带他回法国完婚。这个婚必须结，这关系到我们古家的生意。又是什么？哼！等到啥时候没饭吃了，你就知道什么是真烦了。爸，小姨，我来接你回去。啊，阿杰啊，你先送你爸回家，我去买点东西啊。你跑哪去了？煮杯咖啡那么久？我不知道咖啡在哪儿，我只好先去买。季总经理，这些以前都是夏小姐的工作，我问其他人了，他们也都说不知道。我现在告诉你，从今天开始你不用煮咖啡了，我改喝茶。是。这个可能是您要的资料。什么叫可能？这不能是确定的吗？这些以前都是夏小姐负责的。好了好了，去忙吧。是。我喜欢用铅笔，这样不管写错什么，都可以被橡皮擦掉，就像不管犯了什么错，都可以被改正一样，一点不留痕迹。凭什么？凭什么你不让当总经理？就凭我是你爸。你真是有意思。你想让我回来的时候，我就得回来；你想让我走，我就得走吗？这不能怨我，都是你自己做的好事儿。我做什么了？你和飞天那个总经理的谈恋爱，弄得公司上下全知道了。你有没有想过现在是什么时候？公司那么多人怎么看你？他们怎么看我是他们的事情，难道我跟谁交往还用别人来管吗？
你不是一直不喜欢在公司做事吗？你不是喜欢徒步吗？这很好，你回你的徒步队，我可以继续赞助你们。但是，从现在开始，公司所有的事务，你不要再插手。我不插手。我要不是你儿子的话，我才懒得掺和呢。今天我已经全部投入进来了，你却让我退出，我告诉你，不可能。我做事就从来没有半途而废过。半途而废？哈哈，我看你是不愿意和那个邝美元半途而废吧？你这个总经理要继续做下去，我这个公司可就要全废了。你要留下来可以，你必须离开那个邝美元，要不然你离开家，你自己想清楚。你简直不可理喻！好了，爸，我知道了，你放心吧，我不会跟古杰来往的。我知道，现在最重要的是我们公司的事情。这次的竞标，我是一定会胜出的。爸，我现在在忙呢，我先不跟你说了，我回头打给你好不好？真的，我这儿有事儿。再见。爸，我都跟你说了，你放心，我不会跟古杰在一起。古杰，月月，你刚刚电话里说的是真的？你别误会，我那些都是敷衍我爸爸的。我爸爸他最近身体不好。我不是说不理你了，我只是说目前我不想让他生气。为什么你爸跟我爸都觉得我们现在是竞争对手了，就不能像以前那样了呢？长辈们可能也有他们的道理吧。现在是两家公司最紧要的时刻，我们又都是公司的代表，这个时机可能有些事情真的得放一放，你说呢？美妍，你如果真的有压力的话，我可以退出竞标。退出竞标？天使之翼目前有这么大的胜算赢飞天，你说退出竞标是可怜我吗？古总。恐怕天使之翼真正做主的人不是你吧？你要这么讲的话，我无话可说。但是我真的想明白，为什么在阻力面前，我们都要往后退缩呢？这个问题在这个时机底下，我不想再往下聊了。没办法，谁让我们现在就是竞争对手。说实话，我其实也想跟你说，我们最近不适宜见面，所以不要联系了。飞达公司出现了状况，我到上海去。马上就要竞标了，零件怎么能出状况呢？他们没有问题，问题是我们拖欠资金太久了，他们不干了。我们怎么跟天使之翼去竞标啊？别着急，圆圆，我来解决。关键是，你那儿不能再出现差错了。您放心。我知道我们现在跟天使之翼是对手，我也知道这次竞标对我们公司有多么重要。我知道我女儿是分得出轻重缓急的。我走了，有事别联系啊。爸爸，您不
小心啊。喂，你好，请问一下，晚上还有到西安的航班吗？哦，那麻烦你帮我订一张明天最早的航班。送给你。他不怀好意，另有企图。如果他利用你，爸爸不会饶过他的。为什么在阻力面前，我们都要往后退缩呢？喂，季总，你说的都是真的？这件事真的是夏一楠做的？其实我本来谁也不想说的，可是现在公司出了这么大的事情，再加上我不希望因为你的误会去影响到我们两家公司的合作，所以我才把真相告诉你。那夏一楠现在在哪儿？你跟他还有联系吗？没有。他辞职以后，我就不知道他去哪了。我真的想不明白，一个人怎么可以为了钱变成这个样子，干出这种勾当？我想不出来，这完全不是我认识的夏一楠。很多时候人变了，连他自己都不知道了。这次是我自己看错了，我看错了我相交了那么多年最好的朋友。哎，顾姐，你还真来这边了？你给我打电话说你来西安，我还以为你跟我开玩笑呢。公司不是竞标吗？是啊，但我爸要把我赶出公司，我跟美元呢闹得很不愉快。小梅，跟我进来一下。哎，总经理今天脸色不太好。今天的日程安排是什么？今天下午1点钟，你要听取美国夏威夷总部业务部门3个季度的工作计划。我知道了，把这个报表帮我复印一份。好。美元，我在薛大伯家等你。那你现在怎么打算？人家呢是爱情事业双丰收，我是爱情事业都倒霉。要我说呀，你可千万别放弃，毕竟公司里你注入了那么多心血呢。是啊，我也不想，可我爸一向很专制。哎呀，我就是想不懂你们有钱人家是怎么想的。哎，你看我们家，我爸我妈都是工人，
没什么钱，我的收入也不高，但是我们过得很幸福。我们的目标只有一个，多赚钱，让日子过得幸福一些。这，你们家根本就不缺钱，你看，过得也不开心啊。这家家有本难念的经。我爸做生意啊，做的谁也信不过，在他看来，生意场上没有人情可言，所以我从小不愿在家待着。我更喜欢自由，更愿意跟朋友在一起。现在我觉得啊，我比你过得幸福。嘿，哎，说正经的，公司你怎么打算？本来我想按我爸说的离开公司，可后来我一想，凭什么呀？我都努力那么久了，现在放弃的话，我不甘心。对呀，你可千万别放弃。当初是你让我来这边学习修理飞机的。我不是吹牛啊，我每天花在学习上的时间比别人多得多。我就指望有一天能帮你做事。如果说你现在不干了，我都不知道该怎么办了。放心吧，我不会放弃的。我的生活不由任何人来支配。我记得你当初跟我说过一句话：徒步者最重要的就是坚持跟信心。我在想，我就不离开公司，看我爸能把我怎么样。对了，你跟美元到底怎么回事？还不是因为竞标，我爸让我离开公司也是因为这事儿。他怕我们因为感情破坏了生意。那美元他是怎么想的？他也很为难。你想，我俩现在的状况，两家公司都看着，他爸也不会轻饶了他。怎么咱们俩的爱情都那么不顺呢？你的爱情？你在西安恋爱了？哎呀，哪有啊！我是说好好。说实话，我挺想他的。你想，我现在每天努力学习，也是为了他。我不希望他以后跟着我吃苦。哥们一场，有些话呢，我不得不说。我觉得你跟我妹妹真的不合适。我知道我配不上她，我喜欢她总可以吧？我也不知道该怎么讲，反正总之，如果最后没有结果，我希望你别太难受。啊，我知道，反正我不急，走一步是一步吧。来，刚来。小西北，上学好吗？开始很不习惯，不过现在我很喜欢，因为美元阿姨和古杰叔叔都说上学很重要。是啊，只有好好读书，长大才能有出息啊。一楠阿姨，我作业写好了，今天好不容易放了一天假，我去玩了。去吧。阿姨来了。爷爷，我去玩了。功课做好了吧？做好了。早点回来。好。薛大伯，您回来了。一楠，你好久没来了嘛？正好今天在这儿吃鱼。好啊，我和美元约好了，他一会儿就到。哦，那好，那你就在这儿等，我去洗鱼。报告总经理，有一件非常紧急的事情要向您汇报。工程部报告说，我们在西北新建厂房的那块地出现了问题。还是西北小学？是，
因为小学一直不肯搬迁，影响工程进度。我明白了，你待会出去帮我订一张去西安的票。是。谢大伯。啊，哎，你来啦！美元，你来啦。我想和你说点事儿。说吧，什么事儿？我想，请你帮我个忙。你看，我能不能到你的公司工作？因为我学的专业和你的公司业务比较对口。美元，怎么了？季浩伟都跟我说了。一楠，是你盗取了霹雳神鹰的商业机密，是吗？你都知道了，我是迫不得已的。迫不得已吗？什么迫不得已的事情让你做出这样的事？夏一楠，我们大家都是这么的信任你，你怎么会这么做呢？美元，我知道错了。你现在说错有什么用？你知道我跟季浩伟为这件事情都做了些什么吗？夏一楠，我生平最恨的就是这样的人。没想到我最好的朋友会做这样的事儿。美元，你不能这样想我，事情不是这样的。那我应该怎么想你呢？我跟所有的人都说不可能，这件事情不可能是你做的。你知不知道，盗取商业机密这是什么行为？是违法的。你为什么要这么做呢？啊？对不起。一楠，你这是去哪儿啊？一楠阿姨。美元，你们这是怎么了？怎么会吵成这样？爷爷，刚才我看见一楠阿姨哭着跑了过去，怎么回事？爷爷，他们到底怎么了？咱弄不懂。邝总，喝口水吧。公司的人不知道您怎么了，都吓坏了。就是心里堵得慌。什么事儿呢？能和我说说吗？我自己消化吧，不是什么好事儿。您有什么事儿随时吩咐我吧。怎么，这么急着回杭州啊？对，这边情况我了解差不多了，相信回去以后对公司会有帮助。行，我支持你。你在这儿啊，好好实习，回去你还得帮我呢。我知道，我一定好好学。你更好好的事儿，我看得从长计议。我知道，现在还不是谈情说爱的时候。一会儿我不送你去机场了，我还得跟师傅去检修呢。行，咱俩随时打电话联系。好的。季先生，我知道你这次来的目的，我的答复还是一样，不能拆。校长，我知道您对这学校感情很深，可是您也想想，我如果还有其他办法的话，我就不会来打扰您了。其实学校搬不搬迁，
影响了不只是我们公司的未来发展计划，也影响到季家乡的未来发展前景。所以我请您再考虑一下。关于拆迁补偿金方面，我尽量跟公司再争取。我们也会为孩子们考虑的。为孩子们考虑？你们要真是为孩子们考虑，就不会非要占这块地了。再说了，这里是老祠堂，就算我答应，村子里的人也不会答应的。季先生，你可能还不太了解我们这儿的习俗吧？其实这些我都知道了，但是生意就是这样。既然我们公司已经合法的取得土地，现在就看您的态度了。如果您还是不同意的话，到时候真的硬性实施的话，我不管什么硬性实施，总之我是不会答应的。你们要真有本事，就来拆好了。您要这么说，我也没办法了。关于学校搬迁的问题，我会尽量回去董事会再反映，但是也请您做最坏打算。你，对不起。月，我知道错了。我为什么不听他解释呢？喂，浩伟，我是美元。美元吗？现在信号好点了吗？你说。你见到一男了？我现在不在杭州，等我回去再联络你。阿强，季浩伟。季浩伟，我是那个偷你包的人。不愧是堂堂大集团的总经理啊，做什么事儿都小心谨慎，佩服之至。你拿我的包有什么用意？把包还我，要不然我会采取必要的行动的。说实话，我不要你的包。你要采取什么必要行动？是打我一顿，还是给我抓起来？你真以为我拿你没办法？你当然很有办法，要不然怎么能做成这么大的生意，成为首屈一指的大奸商呢？你有什么话要说你就说，别东拉西扯。还是那句老话，我想请你把建造飞机制造厂房的计划改变一下，不要再难为小学校了。行还是不行？你是为了小学校才跟我作对的？没错，我就是看不惯你这种恩将仇报的做法，才跟你作对的。你说什么恩将仇报？
当初要是没有小学校的校长，哪有你现在？你这个忘恩负义的死阿强！你到底谁啊？小林子，小时候一块玩的死党，你都忘了？你真的是小林子？没错。飞雪连天射白鹿，笑书神侠倚碧鸳，欲练此功，你先自宫。阿江哥，阿江哥，站住！阿江哥，我打你，快回家！小林子，别怕，有我呢。真没想到你这小林子。我还以为你得了老年痴呆症呢。我想你也不敢把我给忘了，你个死阿强！死小林，死阿强，死小林。还记得吗？你刚到小学校的时候，饭量大得像牛一样，吃完自己的饭还到我碗里抢饭吃。谁让你嘴小个子小？我不抢你抢谁的？阿强，能不能不拆小学校？小学校的拆迁不是我说了算。阿强，你堂堂一个大集团的总经理，一声令下，说不拆就不拆了，哪来这么多的困难？事情没你想象那么简单。学校牵涉的范围太广了，非拆不可。有句话，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的道理，你总该知道吧？当初小学校校长是怎么照顾我们的，你都忘了吗？你别再说了，我都知道，我也尽力了。我再问你一遍，你真的不念往日的情分，一定要拆吗？那是我们集团的政策，学校非拆不可。好，阿强，季航伟，小林子。一闪一闪，全都是你的眼睛。缘分过尽千帆，只有你最浓。想问你的心中是否有我？想着你的笑，想着你的怀抱，想要和你一起天荒地老。想着你的好，你温柔的味道，想着你的每一秒无处可逃。一路有你在我身边，陪我度过孤独。再大的风雨我可以不在乎，明天义无反顾踏上那未知的旅途。孤单的心开始为了你期盼，一路有你在我身边，陪我度过孤独。再大的风雨我可以不在乎，
心开始为了